周一闭市的磁场街让我们吃了个闭门羹，共享电踏板太贵了，打卡百年骑楼和大哥大，暴走吉隆坡唐人街，鬼仔巷里吉隆坡最古老的街灯，城市书院美到爆的岭南雕花，跟着Sherry一起出发这一充满意外的人文之旅，记得先订阅关注下哟。OK， 时间到，Sherry在牛天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瓜拉兰博吉隆坡。我们还是不信邪，今天我们还是要去磁场街。吉隆坡有这种共享小车，就是这种。然后现在大哥在这里扫 ，Try me for free， 他说免费试。这啥意思啊？没有打开中。我们试一下这个车能不能骑着走，是要下什么 APP 吗？对。BAM。8块。哇，送了8块钱啊，可以哎。然后怎么用啊？好不好 ？Yes， 添加信用卡信息。它开锁要2块5，然后每1分钟是6毛，也就是说我如果骑10分钟的话，就是6块加2块5，就是8块5。10分钟比打车贵很多，好吧？走了。这个早上在地铁的这个附近好多卖吃的哟，但是都是本地餐，还有卖盒饭的，还有鱼鸡腿，我看着有点饿呀。但是我又特别想吃那个咖椰吐司那种生熟蛋，我在流口水。我们跟着这些上班的往前走，我们也去感受一下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早高峰。哇，这个清真寺，赞美清真寺好漂亮哦！哎，早上还有卖报纸的。哇，这个乌鸦好大。这个大乌鸦，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拉茶，我来看一下。要不就开一个车，就起摊儿在这儿。让他排队买。嗯，对。早上啊不热就是舒服，就是需要起个大早起来。到下午热了就难受了。这个骑楼感觉要荒废了一样，上面是比较斑驳的这种破碎感。早上车子还是蛮多的，哇！现在唐人街成了外劳他们流浪汉的一个聚集地的感觉，左右两旁的话都是，他们无家可归的就在这个睡桥底下、睡骑楼底下。啊，艺术街区。其实这一条街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好像没啥逛的。它也不长，旁边的话是一个旅游商店。以前这里啊，其实是一个巴萨。然后呢，也是因为时代的一个变化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处于城市一个中心点，慢慢游客多了，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游客的纪念品商店、艺术街区的感觉。旁边这个百年老巴萨楼就变成了现在的卖纪念品的。磁场街的名字呢，来源于一个华人领袖叫叶亚来，他是一个广东商人。以前啊，就在这条街上开了一个木薯粉加工厂。这个木薯在广东话里面呢，读的就是磁，所以很多当地人呢就把这条街呢就叫成磁场街。而这个木薯粉加工厂呢，开了2年啊就倒闭了，但磁场这个名字却深深印在当地人的记忆当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磁场街逐渐成为华人聚集和经商的地方，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。磁场街不仅是吉隆坡最早的华人社区之一，也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象征。它的名字承载了华人移民的历史记忆，见证了吉隆坡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。如今，磁场街不仅仅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，更是马来西亚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。趁着大批商店都还没有开门，现在时间很早，我们再来逛一逛这个很无趣的磁场街。磁场街虽然逛着很无趣，但是美食还是值得探一探的。
我觉得磁场街正确的开启方式应该是这里。这是一个小的市场，他们在炒什么？啊，炒肉臊子。哇，好原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，一个小巷。酿豆腐，他今天没有开门哎。前面呢，中华巷酿豆腐，2块1 piece， 周一休息。好，是的，没错，就是这里 ，Monday close， 周一休市。唉，这期视频结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去鬼仔巷的喝酒。嘿嘿嘿，好玩了，喝酒周一也关门，挖的坑越来越大了。今天怎么办？这一集怎么搞？这集怎么拍？先走。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嘞？吃的虽然都关门了，巴萨也关门了，但是呢，这一个最佳打卡机位啊，还是没有关门。我成功的打卡到这个大哥大电话了，觉得还是蛮漂亮的。作为吉隆坡的新一个打卡点，这应该是最佳机位、最佳打卡点位了。然后在这里的话，就看下面是矮矮低低的老起楼，上面的话就是超巨大的摩登现代的这个大哥大，很有这种丝卷的冲突，很有时代感。OK， 再进磁场街，我就不信今天找不到美食吃。啊，来都来了，还是要凑点时长，买个豆花吃先。来一碗豆花吧。这个豆花是咸的还是甜的哟？糖的呀。对。姜叶吧，试一下姜叶嘛，有2个口味的感觉。2块6吗？对，2块6。它是热的耶。我以为是凉的，甜的话可以呀、其实，当然咱们重庆的话，可能更多是麻辣的哈。豆花不吃麻辣的，怎么可能嘛？啊，还是比较香，很嫩很嫩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姜椰糖还是不要轻易尝试，因为它姜汁那个味道特别的浓。我觉得要么就纯糖，你要么就纯辣，你要么就酸辣的。你这个整的就是姜椰这个味道的话，姜的这个味道很突兀，我个人不是太喜欢。你把它搞烂了，我咋拍细节呢？冰豆花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吃点，又烫啊，又这个姜味，不好吃不好吃。2块6。哦，2块6啊，那比重庆还是便宜哦。重庆多少钱一碗？8块了嘛，上次我们5、6、7、8块吧，反正。那8块人家要带饭的吧？啊，带什么？哦，你说是那个豆花，老子想的是豆腐奶。豆腐奶哪里买得到？人家这个算豆腐脑了，就不算豆花了。我特别想问一下，为什么马来西亚周一要休息？做生意赚钱呐、真的是。周一为什么要休息呢？人家没这么卷。真的是，我觉得太松弛感太强了。这一条街还是很多都开着的。这家粥，这个稀饭也可以啊，感觉。我不想吃稀饭，我想吃果实。粥。肠粉粥。我不想吃他们那个是什么吗？有血的还？那个是肠粉呢。哦。我想吃果实。果条。没有噻，它有这个粥。我不想喝粥，你想喝粥我们就吃一个粥。你说我像我这种吃的话，在新加坡是不是要被罚钱呢？啊。我觉得等我有钱了。我就要把全天下这些不卖麻辣豆花的店全部收购了，然后让他们倒闭。这有食阁哎，这有一个糖醇美食中心，我们要进去转一下吗？走啥？走这里，这边进的。八宝粥。猪肠粉，哇，这个食阁感觉还可以哎。这个是猪肉丸咖喱面，啊，它这里的话也有那个咖喱面。拌粉饺子、肥肠粉，哇，这个好川菜哟，好重庆味儿哦，感觉。转一转。这个是炒粿条、鱼丸粉、虾面、老鼠粉。啥？啊，吃为什么没有粿条嘞？啊，吃粿条。早上都吃肉骨茶呀？哦，还有泰国餐呢。肉骨茶。肉骨茶，清早8成的不吃肉骨茶，不要，我不想。那换一个，我吃一个云吞面好了。啊，可以，小的就可以了。辣酱一点，旁边豆瓣酱。豆瓣酱甜的你行吗？我想吃辣一点的。可以咸和辣吧，咸和辣。啊。我也喜欢咸和辣。不要甜吗？啊？完全不甜。不要甜，不要甜。
哎，我不太喜欢吃甜口。他们这个食阁座位还蛮有意思，就基本上吸烟的话会坐在外面这个通道这里，然后如果说是不吸烟的话，然后就坐里面。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猪杂粥，大哥还推荐了一个，他说马来西亚还有出肠粉，他那个肠粉有甜的、有咸的、有辣的，5马币一份，像河粉一样，上面放了一点点的那种葱油，还有一些芝麻。这个肠粉 Q 弹弹的，非常的滑，咸咸的，吃它的本味就可以了，加一点点的胡椒。我就没有用它的酱，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它的这个酱料，有一点咸。再来试一下这个猪杂粥，这个猪杂粥一看就是那个米熬得很融，上面有炸的脆脆的这个肥肠、猪舌头，然后还有很多肉末。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肥肠要炸呢？脆脆的，又非常的香，这个口感是很特别耶，然后特别的鲜，就感觉是放了盐巴，然后放了很多鸡精调出来。我感觉整体来说这2个东西都比较很一般。又踩坑了吗？磁场街，天哪！第一次感觉不太喜欢，没意思。第2次好不容易找到另外的一个开解方式，以美食巴萨市场本地生活，结果今天周一闭市，然后我们就找吃的，找美食，找的这3个都不好吃。现在的话去鬼仔巷，然后还是去转一转鬼仔巷吧。走到鬼仔巷，我都觉得特别亲切，很喜欢这里。虽然地方不大呀，但是很有味道，很有韵味。一进来就是那种吴侬软语听剧啊，然后走上虹桥，然后斑驳沧桑的这种墙壁，泛黄的那种岁月历史感瞬间就来了。鬼仔巷为什么叫鬼仔巷呢？烟鬼、赌鬼、酒鬼，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是很市井的一个地方。你看四方的一个小院，看起来就很有生活的气息。我蛮喜欢，真的很喜欢这里，而且很多小景的话，拍照打卡也是不错的。你喜欢这里主要的点不是因为你也是酒鬼吗？这个还是感觉蛮好的。美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。作为全网最专业的旅行博主，当然大家看一下不一样的东西。那拍照的话，那个就是很基本的、很基础的，看一点很地道、很 local 的，来，很有历史价值的，很有历史价值的，在哪里？在这一个灯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真的是老物件，不是后面做的，这个是以前就鬼仔巷很早的时候就有的最老式的灯。所以很多人其实很错过啊，反而被一些网红的一些设计场景给迷惑住了双眼。但是你看这个才是文化，才是历史，才是延续。看我不是编的哟，吉隆坡历史最久的街灯之一。这个是那个时代才有的这种红裙，波点红裙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时候男生啊，男人最喜欢的花衬衫。巴迪啊，那巴迪那就过了噻，花衬衫。猫山王98一 kilo， 苏丹王68一 kilo， 这个黑刺108。Old China 人家直接打的是。鬼仔巷这附近的几家店都好有情调哟，装修得很漂亮。看一个非常特别的店，Belize 巧克力店，马来西亚很出名的这个巧克力品牌。这一家很特别的是，把那个巧克力的制作的全过程，包括可可的种植的历史等等这一块讲得非常的清楚。你看在这个里头啊，以前啊，就公元250年到90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可可了。最早的话是在玛雅 Curtis arrived Central America and realized the great 全部不认识 value cocoa beans， 不是，它是运到了这里吧。哎，开始乱扯了。15世纪、18世纪，
那在这有 history。在1828年的时候就会提纯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发现了机器。1828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咖啡豆，然后磨成粉了，就有这个机器了，就已经发明了。然后后来的话就开始卖可可粉。然后是在什么时候有咖啡呢？是1847年的时候左右这样才哦，不。是在1847年的时候才会有的这个巧克力，然后提取出来，然后再把它加上这样模具，印刷成不一样的形状，然后到现在吃的。马来西亚哪里出可可的？马来西亚哪里出可可？啊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你最喜欢的地方你都不知道？世界可可产量第3。豆湖。来，这里是蚊香。它这个蚊香吗？这个是闻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不可能哦。你要捏一下。真的啊？要捏。哎呀，棒球臭啊！你再闻一遍。那个是臭的呀。臭的，这个是臭的，酸臭的。哎，这个有一点了，这个有。它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是还没有发酵之前，那一个是发酵之后？我觉得很有可能啊。这家店的话，感觉就非常的漂亮，它像一个工厂一样，整个拉通的有3间房，然后最里面的话是卖的，最外面的话就是介绍的，感受一下这个可可文化和可可历史。然后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可可豆，这个可可豆本来也是要晒干的。尝一个。这个怎么尝？叫啊，又不是干服的。然后我们从最开始的可可的发源历史，然后到可可的各种形态讲解完了之后的话，照这个是按中国的很多旅行团旅游景点，就是怎么了？成品了，该卖了，该下单了。旅游景点就是这样子啊。其实它卖的价格跟机场价格差不多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溢价呀啥的。我比较推荐就是也不要推荐了，就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巧克力，这种罐装的送人呀，自己吃都还蛮不错的。这种小盒的包装也很可爱，那种铁皮的小盒又有那个马来西亚双子塔在这里，这个也很可爱呀，像一个茶壶一样，对不对？也是这个系列的。如果说自己吃追求实惠，可以买那种盒装的，就要便宜一点。给了你多少广告费？没有广告费，阿里 Pay is OK。买了一盒，边走边吃，不敢买多了，因为怕化掉。一颗一颗的，这个看起来好香啊！一打开就是香香的，做起来像那种土砖一样的香。面上还有个巧克力粉，特好喝。往这边走，我们去那个书院。我觉得旅行胜地就是走走老街、逛逛景点，然后再吃吃美食。我们以前就是景点逛得多，老城逛得多，但是唯独缺少美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视频也有一些改变，会加入更多的一些美食的元素在里面。如果拍得不好，大家多多包涵也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建议在评论下方。那这个美食加了哈。美食加是加了，但是我们的老景点还是不能忘的。所以就在鬼仔巷的旁边呢，有一个城市书院。我们接下来就走到这个书院里面去转一转。始建于1896年，我在外面都已经被它这个建筑上面的雕刻，这些石雕已经被折服了。确实感觉还是很霸气的。你看这上面的雕龙画柱城市书院其实呢，始建于1896年，是清朝光绪年间的。当时呢，是由锡矿老板陈秀莲以及4个长辈以3500块钱拍下了这相邻的7家门面和店铺，然后改造成的这个城市书院。看起来像书院，实际呢，它就是城市宗祠。都说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，确实是。像这个城市书院呢，它是标准的岭南建筑。我觉得岭南建筑像这种建筑的话，其实最精美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上面这些雕刻，真的超绝的，美的美的。周一确实恰不逢时。那巴萨没有看到，吃的没有吃到，喝酒关门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还好看了一个城市书院将就这样吧。世界那么大，诗人但你和天下。我们下一集把这些没有看到的全部补上。走吧，我们接下来去小印度 Little India。